大家好，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从成都出发，前往西藏、尼泊尔，最后穿越克里亚古道的越野故事吧。我的旅行不是越野，就是在去越野的路上。这次计划了4段 off-road， 第一段小试牛刀的莫斯卡穿越到阿克里乡，这20公里越野，我认为是这次穿越最好玩的一段路线了。车队10多台车用了1天的时间才穿越成功。晚上到达酒店后，有小伙伴问我，这条路线居然是小试牛刀。我们穿越的时候在4月中旬，正是化雪的时节，烂泥里面是篮球大的鹅卵石，并且一路上坡。我们现在从莫斯卡穿越到阿克里，现在已经到了最高的这个垭口，我都快放弃了。这段道路考验的是轮胎抓地力以及车辆动力，我几乎全程用的山地模式。山地模式情况下，电子限滑介入相对比较少，同时发动机大功率做工，保证前后电机大功率的输出。第二段就是格涅 C 了，有了第一段莫斯卡的摸底越野测试，我们对格涅 C 有着非常好的信心。这是我们第2次挑战格涅 C， 各位可以看到很多视频是从巴塘进来，理塘出来，这个方向呢要简单很多。这次我们是从相反的方向，从理塘到安洼村，然后一路上坡。在最后的乱石镇路段，我是头车，确实石头太大了，整个车辆给架空，3个轮胎没有附着力。现在中间大石头拖在电池上，这个侧胎已经变形了，现在我只能自救，可以看到后轮离地了。我后面的烈马救援队友在掉头的过程中，由于地面非常湿滑，高的轮胎空转以及巧劲儿，导致车辆转线拉杆断裂，阻断了路线。所以我自己开始了1压千斤顶的自救，然后接了位修理师傅，经过2次焊接，烈马也顺利下山了。我们这次穿越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又给了自己再一次穿越格涅 C 的理由。下次我单车来穿越。这里说一下我的豹5在山路的表现。藏区的山路开起来要比内地的山路好跑，当然除去318路线，道路维护的好，车辆也少，这种路况对于油耗特别友好。还有就是落差几百米、上千米的海拔，上坡的时候电机扭矩大，油门怎么加怎么有。当长距离下坡的时候，动力回收相当给力，到坡底又多了12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。我的车辆改装增加了不少重量，所以长途的综合油耗在9个左右。第3段越野麦迪卡湿地，我认为这是最容易的一段路线了，因为其实麦迪卡湿地是一条省道，全程硬化路基。虽然是非铺装道路，只要是4驱车辆都可以轻松通过。结果眼看就要穿越到荣多乡的时候，约1米厚的积雪覆盖着有10多公里的道路，车队几乎所有的车辆都沦陷了，一台车原地掉头都需要半个小时，前后铺拖混板，最后不得已又返回到了梁曲乡。对，加油啊！往这打，往这边打，我上，给我上车去哪位？好，海哥、周哥，你们先往外开，到公路的时候微信发个微信，然后导航拉萨，走哪算哪，你俩先走啊。经过拉萨珠峰的修整，我们进入到了尼泊尔。尼泊尔一共跑了600多公里，结果有300公里是越野道路。当然，我们最顺利的则是最后一段克里亚穿越。第一，全程无救援。我去，这不能停，救援可费了劲了。第二，从改德县到克里亚的检查站，包含晚上睡的8个小时，一共用了24个小时。好吧，最后给我车做一段总结。第一，全程无故障，动力没得说，大力出奇迹。在超车以及越野的时候，由于保电能力强，所以动力储备充足。那么说到电，不得不提到用电的方便。我抛弃了所有的燃气炉，有一个外放电的功能，太方便了。氧气机、热水煮方便面，还有就是出行成本，油耗比之前的越野车至少降低了1/3，并且让我把日子过得变得抠抠起来哈。每次在家里出门都要把电充满，觉得多烧一滴油都是对混动的不尊重。我的车这2天就运到北京了，然后做一次大的检查。这是在乌鲁木齐做的小保养的视频，各位看底盘磕碰咋样？来，下期给各位看一期战损。